又一种伊朗制造的无人机疑似现身俄乌冲突。根据乌克兰士兵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一段视频显示，当中有一架疑似俄军新型无人机的残骸漂浮在水面上。这架无人机的平直翼、双尾称和高平尾的特征很像伊朗生产的迁徙者6无人机，这也成为伊朗制造的无人机出现在俄乌战场的又一例证。作为典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迁徙者6同时具备战场侦察和投掷弹药的能力，对俄军来说恰好是稀缺的能力。在搜索和打击海马斯发射车这种时间敏感目标时，迁徙者6可以充分发挥能力。分析指，以俄罗斯的研发能力，完全可以研制同类型的无人机，但俄罗斯此前在无人机领域投入不够，冲突爆发后又遭遇全面封锁，以至于一些芯片和电子设备断供，这才造成了库存不足和产能不足的双重尴尬。此外，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发表全国讲话警告西方，俄方将使用一切手段保护俄罗斯和我们的人民的表态，西方再次炒作起俄罗斯发出核威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还渲染道，普京在俄乌冲突中一直挥舞着核牌。We have communicated directly, privately, at very high levels to the Kremlin that any use of nuclear weapons will be met with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for Russia,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allies will respond decisively, and we have been clear and specific about what that will entail. 对于沙利文的言论，有俄罗斯议员表示，美国不断渲染所谓核威胁，无非是想让世界相信核威胁来自俄罗斯。还有俄议员表示，美国的警告无法影响俄罗斯做决策。不过，据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周一表示，在有关核武器的问题上，俄罗斯与美国仍存在零星接触。报道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俄美双方一直保持着有限的公开对话渠道，我们在适当的层面上有对话的渠道，但这些接触都是非常零星的，以便双方就彼此立场交换一些紧急信息。同时，俄方仍声称有权动用核武。据俄罗斯塔斯社周二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当天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必要时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他表示，俄方会严格按照俄罗斯在核威慑领域的政策基础采取行动。报道称，梅德韦杰夫还称，俄罗斯会采取一切措施，防止有敌意的邻国出现核武器，比如乌克兰。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您好。俄乌战况仍然焦灼，那么在您看来，接下去双方会如何排兵布阵？简单来说，俄方试图堵住东线因为乌军闪击所造成的红利曼漏洞，维持卢甘斯克州的北顿涅茨河曲地区的防线完整。考虑到这里的公路和铁路是和俄罗斯相衔接的，如果能够维持，便能有利于俄军从国内获得补给。一旦得到回血，俄军很有可能全力拿下河曲北段的红利曼和巴赫穆特，这都是掩护乌军东线大本营斯拉维扬斯克的门户。又有 T13和 T05战略公路的衔接，如果成功，俄军就有望重夺东线主动权。但现在，俄军的问题是他们的战役突破容易做到，可按照条令呢，需连续往突破口投入多个梯队保持进攻。可纵观历次交战，俄军各梯队间总嫌配合不够，特别是兵员短缺，使得战役突破难以转化为胜利。而停下来整补的时间呢，又给乌军提供了机会。如果俄军的局部动员真能到位，或许能支持俄军缓解兵力紧缺。再看乌方呢，外界已知乌军的2个海军陆战旅、陆军的摩步59旅、坦克17旅、空突79旅等主力军全都在赫尔松、克里沃洛格方向，反复与俄军争夺英古列茨河的控制权，并用美国的火箭炮轰击俄占赫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南部的后勤基地。整体的布势上是希望先瓦解俄军后勤，再通过正面强攻与侧翼迂回的方式消灭俄军摆在当面的约2万部队。如果成功，将不仅扭转南部局势，还且基本上孤立克里米亚的俄重兵集团。但真正鹿死谁手，还要看双方所能投入的战争资源谁能扛得多久。近日，关于使用核武器话题让俄与西方关系更为紧张。普京在电视讲话里不仅宣布局部动员，还提到若领土完整受威胁，将使用一切手段反击。那您是如何来看待俄核政策的变化？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
俄罗斯的核门槛究竟有多高？根据前年所颁布的俄罗斯核遏制基本政策，其第19条所确立的4大用核条件是：一、掌握了来袭远程洲际弹道导弹的可靠信息；第二，敌人对俄及盟国本土用核；三，敌人破坏关乎俄核反击的重要设施；第四，敌方常规武器攻俄并造成亡国危机。拿这4条来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形势很严峻，但尚未失控。首先呢，美国、北约帮助乌克兰获得了一定的常规精确打击武器优势，其核力量呢处于备而不用的状态，也就是俄罗斯核门槛的第2个条件不会触发。其次呢，乌克兰虽有一定的战术近程导弹能力，且完全受控于西方，难以威胁俄腹地。如果各方保持像朝鲜战争那样冲突局部化的政策默契，那么俄罗斯核门槛的第3和第4条件也不会触发。那么关键是主观意味很浓的第1条，也就是所谓俄罗斯掌握敌来袭导弹可靠信息这个问题。鉴于美俄保持着最基本的战略沟通渠道，加上俄乌战场并未出现大逆转，俄方用核的先决条件并不充分。当然，我们并不是高枕无忧，考虑到14年版的俄军事学说里首次所出现的非核遏制战略里提到了，常规武装力量难以制止冲突升级到地区和全球战争层面后，作为最后警告的非核遏制将宣告退场，接下去便是可怕的有限核打击，而这中间的界限判断完全操之于俄决策层。说穿了，这种战略的侧重点不是破坏力，而是迫使对手屈服的能力，在心理认知的层面作用更大。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周一通报称，俄空天军过去24小时在顿涅茨克地区消灭近100名外国雇佣兵和其他武装分子，同时击落一架乌军苏24战斗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一晚间的视频讲话中表示，乌东战况仍然激烈，俄罗斯的首要目标仍是夺取东部的顿巴斯地区。Особливо гостра ситуація на Донеччині. Робимо все, щоб стримати ворожу активність. Саме там зараз наша ціль номер 1, оскільки і для окупантів Донбас все ще ціль номер 1. 值得注意的是，泽连斯基此前一天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乌克兰已经从美国获得了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及 NASAMS， 这也是乌克兰首度证实获得这种武器。不过，乌总统新闻秘书谢尔盖·尼基弗罗夫随后澄清说，目前美国只是答应提供这种导弹，乌克兰实际上还没有收到。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由美国雷神公司和挪威康斯伯格公司合作开发，属于先进中程反导防空系统。其配备先进中程空导弹时，射程可达50公里，射高21公里，可应对飞机、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等目标。据央视新闻报道，上个月，美国五角大楼公布的30亿美元对乌额外军事援助计划中，其中包括新增的6套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本月16号，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空军准将帕特莱德宣布，有望在未来2个月内向乌克兰交付2套该防空系统。